杜宾这一次是准备接菲儿回去上学。最近，随着拉欧和小刘在社交媒体上正式回归，一系列关于他们家庭动向的新视频也相继发布。其中引起最多关注的，莫过于杜宾这一次前往坦桑尼亚，却没有带着豆豆同行。很多人好奇，为什么杜宾只身前往，豆豆去哪儿了？而在这些讨论背后，或许被大家忽视的一点是，这一次，杜宾的任务，或许是为了接菲儿回国上学。今天的视频，我们就围绕这个主题来全面分析，杜宾为什么没有带豆豆一起？他这次去坦桑尼亚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？菲儿的教育问题是否已经提上日程？从最新视频看出，杜宾并未久留打算。首先，从时间上来看，杜宾的这次坦桑尼亚之行应该是短期性质。他的状态非常干练，落地后就立刻出现在老丈人家中，第一时间与拉欧、小刘共同出境，也参与了当地家庭聚餐和市场采买。但整个过程中，杜宾的行李非常精简，着装也更偏实用性而非度假感。这种轻装上阵的出行方式，明显不像是长期定居，更像是一次阶段性任务，短暂停留，处理事务，再迅速返回。这就引出了一个合理的推测：杜宾此行的主要任务，并不是陪伴妻子，而是接菲儿回中国，为他即将到来的入学做准备。菲儿已经到了适学年龄，必须回国接受教育。菲儿今年已经4岁多，按照中国教育体系的节奏，即将面临幼小衔接和语言启蒙的关键阶段。如果不及时回国接受系统教育，可能会错过关键的认知与语言发展窗口期。而且，从此前的讨论和网友评论来看，菲儿的语言表达能力相对较弱，无论是中英文环境，她似乎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表达障碍。如果继续在坦桑尼亚这样的非中文语言环境中停留太久，对于他将来的学业发展和社交沟通都将带来极大挑战。从教育责任的角度来看，让菲儿在该阶段回国，接受系统化的幼儿教育，是对他未来最负责的选择。带豆豆一起去反而会造成不便。有些网友可能疑惑，既然是去接菲儿回国，为什么不带上豆豆呢？其实这里涉及多个现实层面的问题。豆豆即将开学，假期时间极为有限。8月底是中国大部分小学秋季开学的时间，豆豆如果跟随杜宾前往坦桑尼亚，来回将近2-3周，不仅疲劳，而且时间上根本无法配合入学安排。旅途长，气候差异大，对豆豆健康不利。坦桑尼亚距离遥远，转机复杂，飞行时间长达20小时以上，再加上气候不同，饮食变化大，对年纪尚小的豆豆来说是一种不小的负担。家中还有需要照顾的爷爷。杜宾的父亲是聋哑老人，豆豆平时与爷爷关系密切，长期陪伴左右。这时候若豆豆也远行，那家中老人将面临无人照料的局面，显然不现实。因此，从实际出发，这一次让杜宾独自前往，完成接菲儿回国的任务，是最合理的安排。豆豆留在中国，并不是被抛下，而是一种家庭分工下的理性安排。夫妻暂时分隔，是为了更长远的团聚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次的分隔其实是一次为未来团圆所做的努力。菲利斯塔此次与姐姐拉欧共同留在坦桑尼亚，是为了事业上的发展，包括拍视频、直播带货等内容。在当地，他们有更大的自由度，也更容易规避部分中外婚姻带来的法律限制。而杜宾则继续维持在中国的家庭基本面，包括孩子教育、老人照料等。这是一种现实中多数跨国家庭都必须面对的两地分工模式。也许他们不能时时刻刻生活在一起，但他们每一次分别的背后，都是为了下一次更长久的相聚。这一次，杜宾将菲儿接回国，很有可能是为接下来的稳定生活打下基础。也许是一家人回中国定居，也许是菲儿先回来，妈妈过段时间也会回国团聚。不论哪一种，都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的稳固在默默做出的努力。网友的误解和情绪也需要更多理解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有部分网友对于杜宾没有带豆豆去坦桑尼亚表示不解，甚至有人质疑是不是家庭关系出了问题，是不是夫妻之间感情出现裂痕。事实上，这些猜测往往建立在片段信息和个人情绪之上。在缺乏完整信息的前提下，我们很容易对镜头中的画面产生误判。比如，看到杜宾和菲利斯塔在镜头里互动少，就说他们感情冷淡；看到豆豆没出现，就猜测被冷落。但我们都知道，生活从来不只是镜头中的3分钟，它更复杂，
也更需要理解与包容。所以，不如换个角度看问题。杜宾和菲利斯塔也许正是在默默承担着各自的责任，他们并没有任何一方抛弃或被抛弃，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跨国家庭。6. 总结：这不是一次告别，而是一种交接。这次杜宾前往坦桑尼亚，带去的是一个父亲的责任，也是一位丈夫的支持。他并没有像网友想象的那样旅行或休闲，而是承担起重要的家庭事务，把女儿接回国，为她规划更好的教育起点。他没有带豆豆，是出于家庭实际考量。他没有在镜头前多言，是因为他性格内敛。他没有停留太久，是因为责任不只在异国他乡。这一切看似疏离，其实更是成熟的体现。未来的某一天，也许我们会看到菲儿穿上校服，在中国的校园里学习知识、交朋友，看到豆豆和妹妹手牵手，一起上学放学，看到菲利斯塔回国团聚，继续在镜头中展现真实生活的片段。而这一切的开始，正是这一次杜宾安静却坚定的远行。